好，今天是2026年1月28日。你最近寄来一大堆关于 Google Gemini 的资料，好，对，有最新的文章，然后那个密密麻麻的更新日志，还有一些看起来很技术性的文件，是有点多。说真的，AI 的世界变化快到让人有点焦虑。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来帮你把这一大堆资讯理出个头绪，看看这一连串的更新到底想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你别看这堆资料很散哦，但拼起来其实是一张很完整的地图。哦， Google 正在做的其实不是单纯加几个新功能，它是在我们的数位生活中铺上一层全新的，可以叫它智慧层。智慧层。对，从你每天用的浏览器到你发挥创意的方式，甚至是你怎么买东西，全部都涵盖在内。好，那我们就从最有感的开始拆解吧。你寄来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 Chrome OS 144的更新。我本身就是 Chromebook Plus 的使用者。这次更新后，我发现 Gemini 不再是一个要另外打开的网页了，对，它直接变成浏览器的一部分。这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个方便的捷径吗？问得好。表面上看是捷径，但它背后的逻辑完全不同了。怎么说？这代表 Gemini 开始具备情境感知的能力。情境感知。它不只是等你下指令，而是能及时理解你正在看的网页内容。就像文章里提到的，你可以直接问他，这个网页的重点是什么？哦，或是用简单一点的方式解释这个复杂的概念。它甚至还有语音版的 Gemini Live， 你可以直接跟你的浏览器对话。OK， 所以重点不是那个按钮在哪里，而是它知道我在干嘛。对，这让我想到你寄来的更新日志里有提到，2025年11月 Gemini 就已经整合到 Android Auto 里面了。没错，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吧？在车上它就知道我需要的是导航或音乐，而不是帮我写报告。完全正确。这就是从一个被动工具到主动伙伴的转变。过去的 AI 助理就像一把放在工具箱里的锤子，你需要的时候自己去拿。对，现在的 Gemini， 它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智慧层，它会跟着你移动，在你开车时，在你工作时，它都在旁边，随时准备好理解你当下的情境，然后提供帮助。这个观念的转变才是真正的重点。如果他要成为一个伙伴，那他势必要更了解我这个人。这就带到了下一个我觉得有点令人又爱又怕的功能。在1月20日的更新日志里提到一个叫做个人智慧的功能 Personal Intelligence。 对，它可以让你选择性的把 Gemini 跟你的 Google 相簿、Gmail 甚至是 YouTube 连接起来。听起来很强大，但也有点让人毛毛的。选择性的是这里的关键字。它的强大之处在于，你可以问出非常个人化而且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例如，你不只是问帮我找芒果冰的食谱，而是可以说找出我去年夏天在台南玩的时候拍的那张看起来超好吃的芒果冰照片。哇哦！然后根据那张照片，帮我找一份最像的食谱，顺便在 YouTube 上找一段教学影片。它能跨 App 串联你的个人资讯来完成任务。听起来很方便，这我承认。但说真的，把控制权交给使用者这句话，科技公司讲了10几年了。现实是，大部分的人为了方便，可能就直接按下全部同意，然后就忘了。这会不会最后变成我们用一点点便利性去交换我们所有的个人隐私？这个怀疑非常合理。Google 真的能克制自己不去利用这些资料吗？ Google 的官方说法是，这些资料处理都在装置端进行，而且预设是关闭的。预设关闭。对，你的个人内容不会被用来训练模型或投放广告。但你说的没错，这背后存在一种张力。AI 越懂你就越有用，但要让它懂你，你就必须给它更多资料。对啊，目前看来Google 的策略是把选择权做得很透明，让你一个一个勾选要开放哪些 App。但最终这确实考验着使用者对平台的信任度，还有整个社会对于便利和隐私之间那条线到底该画在哪里。好，这个关于隐私的辩论肯定会继续下去。我们先从处理日常资讯跳到另一个领域，创造资讯。 OK， 你寄来的资料里有个名字最有趣的文件，叫做 Nano Banana 的 API。
哈哈，对，这名字也太可爱了吧？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名字确实很详细。简单来说 ，Nano Banana 是 Google 新一代原生的图像生成模型系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Gemini 内建的专属画家。我看文件里好像我分两种哦，一个是标准版，一个是 Pro 版。为什么需要两种？听起来很像手机的卖法，是不是想引诱我们多花钱升级？这个比喻很有趣，但它们的定位确实不同。标准版的 Nano Banana 追求的是快，目标是速度和效率。快，对，适合那种需要快速大量产出图片的场景，例如游戏素材或社群媒体贴文，品质够用就好。OK，而 Nano Banana Pro 就是为了专业创作者打造的。它的秘密武器是一种叫做思考 （thinking） 的过程。思考，一个 AI 模型会思考，这听起来有点科幻呢。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在你给它一个复杂的指令后，它不会马上给你最终的成品。相反地的，它会先生成一些中间过程的草稿或想法给你看，像草图那样。对，就像一位插画家在正式动笔前，会先画几张概念草图给客户确认方向。这让我们第一次能够窥探 AI 的推理过程。你甚至可以针对它的草稿进行微调。等一下，这改变很大哎。这意思不就是我跟 AI 的关系不再是我命令你执行的单项指令？没错，而更像是我跟一个设计师在来回沟通，共同创作。我可以看到他的思考路径，然后在中途给予回馈。你抓到重点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伙伴关系，从日常生活延伸到了创意领域。哇 Pro 模型的功能也因此变得非常强大。它可以在图片里生成非常清晰、美观的文字，像是 logo 或海报标题。这在以前的 AI 绘图里是很难做到的。对，以前的 AI 画出来的字都乱七八糟的。就是啊，它还能连接 Google 搜寻抓取即时资讯。例如，你可以直接说，帮我做一张今天旧金山未来5天的天气预报图，然后它就会生成一张包含日期、温度、天气图示的完整图标给你。我看到文件里最扯的一个例子是，你可以给他最多14张参考图片。对，这个超强。他举例说，你上传5个同事各自的独照，然后下指令，把这5个人 P 在一起，做出一张他们在办公室里拍的搞笑合照。结果真的生成了一张天衣无缝的团体照。这个功能简直是所有办公室行政人员的救星，对不对？真的。你想想，每次要拍一张全员到齐的团体照有多困难，总会有人请假或出差。这个功能直接解决了这个千古难题。但从更大的脉络来看，这跟更新日记里提到的 Imagen 4模型升级，还有像是 VO3 影片生成模型的发展方向完全一致。所以目标就是超越纯文字，让 AI 成为一个多模态的创意工作室。多模态这个词我们常常听到，你的意思是它不只会打字聊天，还会画图、剪影片，什么都会了。没错，而且不止如此，更新日记里还提到一个实验中的动态视图功能。动态视图，这代表未来 AI 的产出可能不只是一张静态的图或一段影片，而是一个可以让你点击互动的迷你应用程式。哇 AI 正在从一个内容产生器进化成一个体验创造器。哇，所以 Gemini 真要渗透我们的作业系统，改变我们的创作流程。但你寄来的最后一篇文章暗示它的野心可能更大。对，大到要重塑整个商业世界的基础建设。这篇关于通用商务协议 UCP 的文章，我承认我读得有点吃力。这到底想干嘛？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硬，但它想解决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想象现在的网络购物像一个有数百万个国家的小世界。每个网络商店都说着自己的方言。如果你的 AI 助理想帮你买东西，他就必须学会几百万种方言，这根本不可能。技术上做不到。对，这在技术上就叫做 N 乘 N 整合问题。我懂了，所以 UCP 就像是网络购物世界的通用语或普通话。这个比喻很好。只要商家和 AI 助理都学会这套语言，他们就能互相沟通了。正是如此 ，Google 联合了 Walmart、Shopify 这些零售巨头，
一起来推动这个标准。未来你只需要对你的 AI 助理说，帮我找一双适合越野跑、防水、10号的男鞋，预算$150以内。你的 AI 助理，也就是你的代理人，就能用 UCP 这套通用语言，去所有支援的商店帮你搜寻、比较、下单，甚至追踪订单，完全无缝接轨。听起来很有效率，但文章里那位叫 Andy Reid 的评论家提出了一个我非常认同的担忧。他担心这会创造一个预设经济 （Default Economy）。预设经济，也就是说，当大家只对 AI 下模糊的指令，像是帮我买咖啡豆， AI 为了安全起见，是不是只会推荐那些最大众、最主流的品牌？有道理。那样一来，那些有特色、有风格的小品牌，不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吗？这是个非常尖锐而且实际的疑虑。但 Google AI 的主管 James Massey 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驳。他说什么？他认为，正因为 UCP 是一个开放标准，它反而可能成为小商家的机会。这我就不再懂了，怎么说？Massey 的论点是，现在的电商游戏规则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游戏，就是砸钱打广告。对，谁的广告预算多，谁的产品就排在前面。但在未来的代理式购物世界，如果 AI 的首要目的是为你找到最符合需求的产品，那评判的标准就不再是广告费了。这时候啊，一家小众咖啡店，如果它的产品资料写得非常清楚，低酸度、单一产区、日晒处理的伊索比亚耶加雪菲咖啡豆，写得很详细。对，当你的指令跟它完全吻合时， AI 就有理由优先推荐它，而不是那些只标示阿拉比卡咖啡豆的大品牌。听起来很理想化，但我还是有点怀疑AI 的演算法终究是人写的，对吧？当然，所谓最符合需求的定义啊，难道不会受到 Google 自身商业利益的影响吗？它推荐的最好，真的能完全客观吗？这会不会只是让我们从广告预算的暴政走向演算法的暴政？你这个问题直接点出了 UCP 成功与否的关键。这个愿景的确很美好，让最好的产品而不是最有钱的广告主胜出。对。但它的成败啊，完全取决于这些 AI 代理人背后的演算法是否足够透明、公平和客观。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可能看到的是竞争的核心从抢占搜寻排名和投放广告，转移到优化产品数据品质和提升与 AI 的契合度上。这对所有商家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战场。哇！我们从一个浏览器里的小图示开始，一路聊到它能共同创作艺术，现在甚至可能要翻转整个电子商务的游戏规则。对呀，这趟旅程的跨度真的很大。如果要把这一切串起来，你会发现贯穿所有资讯的主线就是整合与情境。整合与情境 AI 正在从一个个独立的 App融化成一个看不见却无所不在的智慧层，它覆盖你的作业系统、你的创作软体、你的购物体验。核心的转变是你不再是特地去找 AI， 而是它就在那里了。对，而是 AI 已经在你身边，随时理解你的情境，并准备提供协助。这个总结很棒。最后，我想从更新日志里挑出一个最让我感到兴奋又不安的项目，留给你思考。好啊，在2025年11月的更新中，提到一个叫 Gemini Agent 的实验性工具。它的描述是能够从头到尾完成多步骤的复杂任务。多步骤，它会自己上网，使用你手机上的 App， 只在最关键的步骤，比如确认付款或发送邮件时，才来寻求你的批准。这听起来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代理人概念的终极体现。没错，所以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是，当这些 AI 代理人真的成熟了，变得越来越能干，越来越自主的时候，我们对于做事这件事的定义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如果明天你就可以把一件你觉得最繁琐、最讨厌、需要跨好几个平台才能完成的任务，完整的交给他处理，你会选择交出哪一件任务呢？